这是一个雌性为尊兽氏帝国，在这里，雌性拥有安抚雄性的能力，可以拥有多名雄性。位面之女为了权力和地位，攻略了本属于原主的5位男主。而原主作为位面之女的姐姐，一个无脑的恶毒反派，最终惨死，沦为背景板。反派系统绑定中。反派任务发布：任务1，打败天命之女，攻略4位男主；任务2，积攒痛苦值，登顶恶人榜，请宿主多行恶事，成为世界第1大反派。穿越加反派系统，也就是说可以肆无忌惮发疯作恶，那可真是太爽了！大小姐，二小姐说明天的舞会她要用这串项链。站住！谁准你进来的？有事？我可没工夫在这儿浪费时间。二小姐还等着我。回去告诉楚瑶，狗没拴好乱吠乱咬，当姐姐的就替她拔了牙砍了爪子。想要这串项链，让她自己爬过来，跪在我的裙子摆下求我赏赐。叮咚，打压恶福菲斯，积攒150痛苦值，恶人榜上升至98位。我这演技拿个小金头不过分吧？大小姐，爱因祭司寻死了。叮咚，检测到第1位男主祭司爱因，因美貌被您囚禁在城主府中。新任务发布：诱惑祭司爱因，使其堕落。强抢民男，这不好吧？任务失败，宿主可是会被抹杀的哦。哇！抢的就是良家少男。别碰我！想见我也不用寻死吧？系统商城开启，可用痛苦值进行兑换，为您推荐商城魔药，一滴就会上瘾哦。用不着，本姑娘的招数远比魔药更刺激。放开我！祭司不可饮酒，这是亵渎神明之举。你的神明若真有灵，怎会眼睁睁看你受辱而无动于衷？住口！渡神者必遭天谴。那我倒要看看，是天谴先至，还是你先破了20年的清规？祭司大人，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有半分圣洁模样？我没有。既然清规已破，不如彻底沉沦。恭喜宿主解锁爱眼特殊剧情《渡神之约》，心理刺激拉满，痛苦值加1000，宿主不愧是你。楚原，圣女选拔在即，你竟敢在神坛凌辱祭司，要是传出去，圣女之位就只能是我的了。管事大人，最近不少民众染病受苦，你们购置些祭品送到神坛，为大家祈福祛病，剩下的就当是给各位的辛苦费。二小姐真是心地善良，我们这就去办，一定虔诚祈福，不辜负二小姐的心意。劳烦大人了，楚原，等着身败名裂吧。艾恩，你这个堕落者，竟敢在神坛亵渎神明！大小姐。
胆子不小，敢在我面前动刀，还想杀我的人。大小姐饶命！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吧！如果原主记忆没错，这个可怜的祭司是被腐败腐歪的教会成员排挤虐待，差点死掉。如果让圣洁祭司撕碎信仰，和教会反目成仇，应该能收获很多恶意值。你还要做什么？在你眼里，雄性就只是可以随意凌虐的玩物吗？高傲的祭司，你这张脸终于有了鲜活的表情，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你接下来的反应。杀了他！不要，不要！竟敢把教会敛来的钱私发给那些民众，找死！不，杀戮是神明禁止的行为，我绝不会这么做。认清你的位置，在这里，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以后你敢自残一次，我就杀一个教会成员。记住，你的命只属于我。不要，不要！教会成员死亡，痛苦值加1000，爱因信仰彻底崩塌，精神痛苦值加5000，个人排行榜上升至88位，耶！赚翻了！没想到这么有料，留下点印记，等他看到又是一笔痛苦值。蠢货，被教会伤害成这样，还天天祈求神明。我可不是崩人设，我是让他养好伤，这样才方便再折磨他多赚痛苦值。了解，了解。你的命只属于我。他让我亲手了结教会败类，又为我治伤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是我错怪了他？折腾这么半天，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。这是雄性泄露的信息素，附近有雄性到了求偶期了。检测到第2位男主将军雷斯，宿主，他是跟你订婚的未婚夫哦。你来做什么？原来是他，好诱人的巧克力腹肌，对不良诱惑说继续。我当然是来尽我未婚妻的责任啊！别做白日梦了！要不是你用军队经费威胁我，我死也不会和你这种恶毒雌性订婚。还挺硬气。越是强大的人，被狠狠羞辱时，痛苦值就会越爆表吧。可你现在别无选择啊，没有我的精神力安抚，这噬骨之痛迟早会让你痛死在这里。就算死，我也绝不会任你摆布。雷斯因缺乏精神力安抚，遭受蚀骨之痛，痛苦值加500。还挺能忍，看来生理痛苦不够，得给你加点精神屈辱的猛料才行。可惜啊，你的军队明天就要出征了吧？要是主将突然暴毙，那些跟着你出生入死的士兵大概也是有去无回了。你威胁我？哼，这还不明显吗？自己带上，把绳子交到我手里，学会听话，我再给你做精神辅导。昊天的痛苦值，快砸向我吧！怎么回事？痛苦值呢？系统卡壳了？你给我做疏导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也没人说他求偶期也这么能打呀。放开我，
我给你疏导。别耍花招。系统，这可不是我想崩人设，不疏导就要被他捏死了。允许，保命优先，赶紧疏导完继续刷痛苦值呀，宿主。S 级疏导能力，售价3000痛苦值。我兢兢业业才赚了7500，你也太黑了吧！哎呀，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价，你要看看是不是自己没努力，痛苦值赚的太少。哼！买 S 级疏导能力已装备。等等，疏导能力怎么用啊？疏导能力说明书，售价3000痛苦值。奸商，你纯属抢钱啊！求偶期疏导肯定是需要亲密接触，先试试，说不定能省下这笔钱。没人告诉你，求人要有求人的样子吗？常规疏导只需要肢体接触即可，可他竟然用这种方式，难道他是爱上我了？不，我才不会对这种恶毒的雌性动心。你还要做什么？你不是要出征打仗吗？我也去。战场战火纷飞，不管是士兵伤亡还是战败的绝望，都是痛苦值的富矿。他想跟我去战场，那种凶险之地，他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居然要去，难道他是担心我受伤？明天启程。好耶，出发去赚痛苦值了。该死，竟然给他做了嫁衣。雷斯手握重兵，战力卓降，要是能拉他入阵营，一定能助我夺得圣女之位。凭什么楚原那个废物什么都不做就能得到继承权？这一切都该是我的。这可是强效精神操控药剂，等我换件衣服再来彻底掌控你。既然他没法为我所用，也绝不能成为你的助理。把这个送给敌军，我要让雷斯有去无回。楚原，没了雷斯的庇护，圣女之位、城主之位都是我的，你休想跟我争。战争果然是痛苦的货源，只是坐着不动就收获了2000痛苦值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雷将军在前线受到埋伏，重伤昏迷了。都是我们没用，遭遇埋伏时，将军为了护住我们，用自己的翅膀硬挡了毒箭。毒已深入，再不截掉翅膀，他命要不保了。之前你逼迫我的仗，就用你的翅膀来抵账。就算你是城主之女，也不能伤害将军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雷斯信仰崩塌加情感背叛双重打击，精神痛苦值加5000，恶人榜排行上升至70位。怎么突然加这么多？不过哪来的情感背叛？军医，将军怎么样了？谢天谢地，将军已经没事了。幸好大小姐当机立断，砍断双翼，及时阻止了毒素蔓延，不然将军性命难保啊！他难道是为了救我？战场风吹日晒的，可把我折腾惨了。
痛苦值赚够了，该回城享受了。等雷斯那家伙看到自己引以为傲的翅膀没了，不得痛苦到发疯？他真的是为了救我，我对他恶语相向。他为什么要救我？难道他真的喜欢我？痛苦值到账了，多少？起码得5000吧。蕾丝心动值已开启，当前心动值30%。啥？心动值？布置新的作战计划，务必尽快凯旋。不能让他等太久，我必须尽快回去，当面问清楚他的心意。心动？我不是刚砍了他一刀吗？他还能对我心动？麦当劳吗？宿主别急，系集齐5位男主全部开启心动值，我才会解锁权限，告知心动值具体用途哦。居然还搞预售这一套，吊人胃口。你回来了，我不知道你在更衣。这么急着想看我更衣的样子，祭司大人心里的神明呢？不老实啊！我想去教廷广场为受灾的伤民祈福疗伤，可以吗？那么多疗民病号，愁绪病痛堆在一起，又能薅一波痛苦值了。可以，我陪你去。其实他也不是全然的冷硬蛮横，竟愿意陪我去做这般善事，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好相处。被病痛折磨的流民，真是产生了不少痛苦值。恭喜宿主，恶人排行榜一位一位攀升至60位，奖励真实之眼，可以看穿一切隐藏于身体内的病痛。真实之眼，那不就是 X 光？净奖励些没有的东西。楚瑶，他倒是会装模作样，借着赈灾博名声，他竟敢来自取其辱，那就好好看看你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。二小姐不光善良，精神力还强，这才是圣女该有的样子。听说二小姐是 A 级雌性，大小姐那点精神力根本没法比。就是这么优秀，却被压一头。姐姐，你别听他们乱讲，你精神力低些也没关系的，安安稳稳做你的高贵大小姐就好。赈灾的事不用勉强，我会替你分担的。楚原，人人都觉得我是天选圣女，你凭什么和我争？没关系，只要本性良善，神明自然会护佑你的。我从来不信神，我只信我自己。而且我可不做什么良善之辈，我要做的是恶语。果然，楚瑶的疗愈看似延缓病痛，实则加速死亡。大小姐，你带给我的惊喜越来越多了呢。姐姐，就算你对我不满，也没必要刻意打伤我治好的百姓啊！我是城主嫡女，而你不过是个无名无分的私生女，也配质疑我？他这个毒妇，杀了他！恭喜宿主晋升恶人榜前50位，奖励宿主 S 级精神力。S 级精神力吗？如果我没记错，楚瑶也不过只是 A 级的精神力吧。大小姐，这是您之前定制的，要在明天的圣女选拔上穿的礼服。圣女选拔，原著里楚瑶就是靠这场选拔
凭借 A 级精神力一战成名，而只有 C 级精神力的原主，因为自不量力参赛，最后沦为了全城的笑柄。这次我绝不会步原主的后尘。二小姐，圣女！圣女选拔最终试炼正式开始，测试安抚对象是曾经的帝国之矛黄金狮王阿斯德。天啊，是阿斯德，那个传说中从无败绩，因为不明原因陷入狂化的黄金狮王吗？疯了吗？他可是 S 级的雄性，据说他狂化后只有城主能短暂安抚，居然拿他来做测试。两位小姐，请。姐姐，您是城主府的嫡长女，理应由您先来。你这个 C 级的废物，等着在全城人面前尽情出丑吧。叮咚，测到第3位男主黄金狮王阿斯德。哦，是他啊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只有 C 级精神力，怎么可能安抚 S 级的阿斯德？极端狂化的阿斯德，只有 S 级精神力的雌性才能安抚。好姐姐，去死吧！小心！大小姐！谁告诉你我没有 S 级精神力的？楚原，我不允许你死！等着被撕成碎片吧，废物！怎么可能？这股力量，这是 S 级精神力。果然有猫腻。给我跪下！还真是只暴躁的家伙。这手感，大猫咪也太好撸啊啦！ S 级，那是绝对压制的 S 级精神力。大小姐居然是 S 级精神力！我看到了什么？狂化的黄金狮王居然给他跪下了，这连城主都做不到啊！藏的还真是够深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有 S 级精神力？作弊，他一定是作弊了！楚原，我一定要拆穿你！我的主人，你也配碰？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当众献丑？没受伤吧？
没伤到哪儿吧？翅膀没长回来，就一路疾驰回来硬闯赛场，你脑子呢？大小姐，今日是我的疏失。二小姐众目睽睽之下持械袭人，此事该如何论处？再有下次，我让你跪在这广场上亲口承认自己是私生女。小孩子失手，但下不为例。叮咚，楚瑶颜面尽失，痛苦值加3000，恶人榜升至42位。在所有人面前藏拙多年，等待今日一鸣惊人，大小姐心计还真是深沉。我们很快会再见的。你和洛然很熟吗？他为什么对你这么感兴趣？你有我和艾德还不够吗？还要去勾引其他雄性？我跟谁怎么样，还无需你来过问。记住，我才是你的妻主。表现不错。大狮子臂，手感绝了！叮咚，阿斯德心动值开启，当前1/20。又是心值，不是痛苦值。别堵门。宿主，你确定你做的每件恶事都只是为了痛苦值吗？闭嘴！给他安排个房间。不去，你救了我，我要守在你身边。剩女选拔那一波痛苦值赚够了，但这头大猫还没榨干，刻意羞辱它又是一笔进账。要留下也行，不过只能睡床边的笼子里，别弄脏我的床。只要允许我留在你房里，待在笼子里，我也愿意。叮咚，阿斯德感受到专属偏爱，心动值加20，当前40，北分100。不是，我是在羞辱他，他心动的点到底在哪儿啊？宿主，你确定你准备的是兽笼，不是普通铁笼？真的只是为了羞辱他？闭嘴！纯粹是为了显示身份尊贵。阿斯德刚被安抚，狂化后遗症说不准，万一他发作，我就交代在这儿了。系统，救命！快看看商城有没有能打的好东西！你再不上货，你就要失去你甜美可爱的宿主了。做噩梦了？你一直没睡着？他一直醒着。没有，你给我回笼子里待着。不，我就在这里守着你。这还赚个屁的痛苦值啊！叮咚，阿斯德心动值加10，当前50分100。你给我闭嘴！有人！大小姐，骆指挥官遣人送来请柬。教廷广场袖手旁观，转头深夜送请柬。洛兰，你这只狐狸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
知道了，备衣服，明晚去，带你一起。圣女选拔虽败了一局，但这种社交场合才是我的主场。楚原，我倒要看看凭你的人缘，拿什么跟我争？那就是圣女选拔上以一人之力压制狂化狮王大小姐。S 级精神力啊！大小姐才是都城真正的定海神针，跟大小姐一比，二小姐那点精神力，差得远呐。叮咚，检测至楚瑶满心嫉恨，痛苦值加1000。这些人刚才还在夸我。叮咚，楚瑶被当众冷落，痛苦值加1000。阿斯德大人也来了，他这是彻底认大小姐为主了。楚原，这一切荣耀本该都是我的。叮咚，楚瑶精神痛苦值加2000，宿主躺赚，恶人榜上升至38位。大小姐，果然我们很快就再见了。你请我来，不会就是说这些没用的废话吧？教廷广场那日，大小姐明明看穿了楚瑶的手脚，却没当场揭穿她。是留着楚瑶还有用处吧？试探，他在试探我知道多少，又想做什么。宿主，提醒一下，洛兰是你带攻略的第4位受缚哦，城府最深，危险系数堪比你本人，小心别被他带进沟里。城府深，正好。哼，越难啃的骨头，痛苦值越多。他想试探我，那就让他试，他早晚是我的盘中餐。洛指挥官在暗处看了这么久的热闹，深夜还亲自送来请柬。今晚准备送我什么大礼呢？大小姐，在下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大小姐这是把香槟泼到洛指挥官脸上了。洛指挥官是帝国最高指挥官，何曾受过这种羞辱？就算是顶级精神力的拥有者，这也太……我的意思是，你身为圣女选拔出的主考官，放任选拔出了这么大的岔子，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，该当何罪？当众撕毁高傲者的完美加冕，这波痛苦值稳了。叮咚，洛兰遭受周围非议，痛苦值加1000。怎么只长这么点儿？难道他脸皮比城墙还厚？我被人算计，你倒看得津津有味。洛指挥官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就1000，不涨了？楚小姐，你真是我见过最敏锐，也最大胆的人。离他远一点。这头大猫还真是靠谱。退开！大小姐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这人怎么突然打支票？叮咚，洛兰心动值开启，当前1/20，宿主泼了人家一杯香槟，反而泼出心动值，你也是头一个。我泼他是为了羞辱他，不是为了让他心动的。姐姐，洛指挥官为帝国鞠躬尽瘁，不过一次小小失误，何必揪着不放？未免太没有容人之量了。二小姐说的对，洛指挥官何等身份，楚大小姐这般羞辱，实在过分。就是，还是二小姐懂事，大小姐未免太蛮横了。楚原，这可是你主动送上门来的机会，
我倒要看你怎么收场。骆指挥官，姐姐一向也只跋扈，您别往心里去，我帮你擦擦。不必。骆指挥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这也太丢脸了，还真是热脸贴冷屁股。洛兰，我一片好意。大小姐，圣女选拔当日，是我疏忽大意，让你身陷险境，这是我的过错，我向你道歉。天哪！这可是以高傲著称，即便面见城主都不轻易下跪的帝国最高指挥官，竟然当众给大小姐道歉了。不对啊，他不是应该死不承认，继续为我贡献痛苦值吗？怎么突然认错了？我向你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往后我定护你周全，绝不再让你置身任何险境。这混蛋太会撩了，遭不住了！罚你1个月月俸，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洛兰，姐姐她分明是故意刁难您，您何必？他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甘之如饴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围着楚原转？荣耀是他的，男人是他的，就连我精心布下的局，最后也替他做了嫁衣。看来只有让他彻底消失，这一切才能真正属于我。每天不是搞事就是防暗算，这种安静的时刻可真是稀缺品。是人鱼，千年难遇的稀手种族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。那礁石上的那张脸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看的。检测到第5位男主人鱼希尔，5位男主全部登场，宿主的攻略进度连系统都佩服。这颜值，这歌声，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。可惜，人鱼族偏偏因此逃不过被圈养的命运。人鱼的歌声有异，小姐小心。无妨。一群蠢货，非要当着这么多人唱歌，生怕不被抓上岸吗？这摄人心魄的歌声，根本就是刻在人鱼骨子里的诅咒。这么貌美的生物，不做我的男宠实在可惜。给我抓上来，一个都不许跑了！要让希尔被这种人抓走，我还怎么攻略男主？宿主，你的人设是恶女，当众行善可是要扣分的哦。谁说我要行善了？一群废物，今天抓不上人鱼，你们全部给我滚！小姐出手，还真是不按常理。痛苦值加5000，个人榜上升至第22位，距离前20名惊喜奖励仅差一步。恢复人因落水恐慌产生大额痛苦值，周围宾客被震慑产生大额痛苦值，痛苦值加5000，恶人榜正式突破，上升至第21位。踢走一个吵人的，提前救下一个男主，还顺手赚了痛苦值，一脚3雕，血赚。人鱼大人，求求你救我！我把所
又狠又张扬，像一团烧不尽的火。真想把他关进水牢，让他永永远远只看着我。额外痛苦值入账加500，恶人榜正式突破，上升至第20位。怎么还有追加？管他呢，到手的不拿白不拿。恭喜宿主突破前20位，奖励礼包开启 ，S 级装备荆棘手环，攻守兼备。不错。有话说。水里有东西在盯着你看。知道了。雷斯气性大，一头扎回战场。洛兰神出鬼没，今晚又不见踪影。路漫漫啊。小姐，尝尝这个，清甜解腻。这俩怎么回事啊？我什么也没做，心动值怎么一直自己往上涨？大小姐若觉得无趣，我们便先退席，我护送殿下回去。等压轴的。哼，大小姐，就是他先前一直在海里盯着你。还真是哪儿都能碰上。千年难遇的珍稀人鱼，歌声摄人心魄，容貌举世无双。起拍价100万星际币，120万，150万。1000万。哼，还真是不长记性。总是在我擅长的领域叫板，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财大气粗。1个亿，1个亿！大小姐出手就是不一样，这气魄，二小姐差得远了。怎么不加价了？自己几斤几两，心里没数吗？1个亿1次。2次，3次，成交！恭喜楚大小姐。楚原，等我夺回一切，我要让你跪在我脚下。大小姐，那人鱼的眼神不太对。我知道。越不对，才越有意思。大小姐，您拍下的人已经为您送到。退下吧。是。主人，我会听话的。我只要听话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8音盒，我要你一直唱歌，不分昼夜。若有半分懈怠，我有的是法子让你后悔。都听主人的。现在就唱。怎么回事？我这么羞辱他，痛苦值居然没有增长。系统，你确认没出 bug？ 大小姐，这歌声有问题。小心，他不对，这歌声。主人不知道，人鱼的歌声是有催眠效果的吗？你这么好看，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
放心，你可以自由呼吸。这是人鱼王宫秘境。堂堂人鱼族的王，竟然不惜折辱，故意被捕拍卖，潜伏到我身边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只有你，我要你永远留在这里，做我的王后。做你的王后吗？行啊，希儿，你可真是送上门来的痛苦值，这次该着实赚一大笔了。更何况，我现在可不是手无寸铁，王后，所以你就用这种方式绑架了我。爱不就是这样吗？只要能把你留在我眼前，我会不择手段。玩物就该有玩物的样子，你也配跟我谈判？只要你答应做我的王后，珍珠珊瑚、千年珍宝，我尽数捧到你面前，就连我的心脏也任你取夺。你觉得这些海草能困得住我？我只想把你留在我身边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只喜欢听话的人。你是想杀了我，然后殉情吗？这一定是你心里有我的证明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麦当劳属性大爆发吗？神经病吧！我没兴趣陪你殉情，再闹我就废了你的灵力。是吗？我求之不得。这气泡是我用灵力凝成的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也会溺亡。不过那样我们能永远在一起了。怎么会？你怎么会有在水下生存的能力？当然是靠本系统的帮忙了。不过宿主，算你聪明，早就做了万全的准备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敢来招惹我？既然你出得去，那就让我死在你手里，这样你就永远都忘不掉我了。这人鱼在海里泡酒，脑子进水了吧？这都什么奇葩脑回路啊！你的生死只有我能决定。大小姐，要抓他交给我就是，何必您亲自冒险？算你命好，要是大小姐有丁点损伤，我掀了你这片海。有趣的猎物还是要自己亲手狩猎才有意思。你早就发现了？连你这点心思都发现不了，我还怎么做你的主人？绑架主人这笔账，我该怎么好好跟你算呢？只要主人愿意，怎么算都可以。这家伙怎么这样啊？想从他榨取也是真难。人鱼族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歌声，只要剥夺他的声音，应该能赚取大把痛苦值吧？系统有没有能让人失音的药剂？为宿主匹配道具晋升剂，只要3000痛苦值，服用后立即失去歌唱能力，但不影响日常开口说话。实在是居家旅行，收服风美人的必备良药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这就是惩罚，以后每次开口都要记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希尔遭受极致精神与生理痛苦，痛苦值加5000，恶人榜排名上升至第9位，奖励 S 级道具穿云箭、逐日弓、强力攻击神器。这波血赚不亏，惩罚个风美人还能拿神器，系统你越来越靠谱了。带他回去。他竟然废了我的歌声，那个导致鱼人族一直被捕捞豢养的诅咒就这样没了。他一定是想独自占有我。最近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接连遇上的全是些糟心事。叮咚，希尔心动值已开启30%，恭喜宿主，5位男主心动值已全部解锁。他的心动值也开启了，他心动的点到底在哪儿啊？
我记得之前你说5位男主心动值都解锁后有意外奖励，这个心动值到底有什么用？5位男主心动值全部解锁后，将开启每位男主的单独攻略线路。待刷满5位男主心动值，宿主可解锁终极福利，返回现实世界。你是说我可以回家了？不过前提是宿主需完成主线任务。当前恶人榜排名第9位，距离榜首还差临门一脚，请宿主继续努力。最后这点痛苦值就从阿斯德身上薅了。哼，去把阿斯德叫来。是。大小姐，今晚是我失职，让你陷入险境，请你责罚。那你说我该怎么罚你？要打要骂，我都毫无怨言。这么一张好脸，我怎么舍得打？要罚就罚一个让你一辈子都忘不掉的。不如我在你身上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记，如何？痛吗？不痛。嘴还挺硬，痛就对了。好了，惩罚结束，但下次让我出事，就永远别出现在我身边了。阿斯德遭受肉体加精神双重痛苦，痛苦值加1万。恭喜宿主登顶恶人榜榜首，奖励解锁 OOC 神装。终于登顶了。以前我在黑暗里不知道为什么而活，现在我知道了。恭喜宿主正式登顶，系统宣布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、合格的、略有良心的大反派了。什么叫略有良心？从今往后，针对男主的互动方式，系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再强制要求每次都走恶意路线，但切记不可在公开场合大规模暴露真实性格，若引发世界线崩塌，神装也救不了你。终于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太好了，一定要尽早刷满心动值，赶紧回到现实世界。来都来了，那就先从你开始攻略。你今天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说不上来，就是感觉不太像你。摸腹肌、胸肌还是脸？亲密接触肯定能最快提升心动值。大小姐，现在是白天。摸一下而已，你紧张什么？蕾丝心动值加5，当前35%。加5？口是心非的家伙，脸红成这样只给我5点。大小姐，我此次来是有正事禀报。说。我想申请重回前线，亲自领兵。没了翅膀，你去前线是添乱还是送死？我的兵在前线，我不能躲在后方让他们替我死。就算没了翅膀，我也要和他们站在一起。看来丢了一双翅膀，还没长记性啊。可以。真的？你没有条件？有一个。你说？我跟你一起去。他担心我。蕾丝心动值加5，当前40%。去战场上是为了找机会刷心动值，我是真担心你好吗？比预想的糟糕得多，伤亡太重了。那边。军官规制的衣料，雷斯在和几位将领开会讨论战斗策略，这人藏在那里，莫非是在偷听？军中有内鬼。将军，不好了！前方小队按计划出击，刚到位置遭遇埋伏，敌军摆明了已经掌握了我们的游击阵位。将军，召集所有将领，我有话要当众讲。一个大小姐
跑到军营来算什么事？楚大小姐，军营不是城主府，有权势也得守规矩。将军，你们军营选胜夫是什么标准？你说什么？我最近正好缺一个，他身材倒是不错。阿斯德，替我看看合不合格。你这个混账女人，谁要当你的受妇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满足不了我的意思。算了，身材不够好的我可看不上。你到前线是专程来羞辱我们的吗？我在找内鬼，配合我。帐外那道人影，身形高瘦，步伐轻，是个习惯走暗处的人。阿斯德，去看看他身材如何。大小姐，属下体弱，要不您还是换个人吧。他上午在帐外窃听情报，这块布料是从他衣服上掉下来的，你可以比对。将军对你不薄，一手提拔你至副将之位，你竟然背叛，泄露军机！一个没有翅膀的废人，凭什么还做我们的将军？那么多兄弟死在前线，他倒好，躲在城主府享福，我不服！押进去，细细审问，其余人各归其位。他用那种方法是为了帮我找出内鬼，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名声。叮咚，蕾丝心动值加10，当前50%。谢谢。放心，我没觉得你不行。你们整个营里，你身材最好。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要杀要罚，悉听尊便。是吗？帮敌军做事，要么为财，要么为权。你跟随雷斯多年，这两样都不缺。难道是有人用你的家人威胁？你觉得你做了这种叛国的脏事，幕后指使你的人会放过你和你的家人吗？二小姐答应过我，不会伤害我的家人的。我就知道是楚瑶搞的鬼。二小姐，竟然是二小姐！他要自杀，住手！楚瑶每次都用别人的命替自己挡刀，这账早晚要一起算。二小姐，她的家人已经全部处理掉了，不会留下更多线索。废物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好在死的还算及时。作战计划已经送出去了，峡谷那边安排好了吗？是，已经布置妥当。楚原，上次雷斯丢了翅膀，这次你们两个就一起留在那条峡谷里吧。小姐，山顶草木晃动，方向不对，有人。我看到了。放箭！
大小姐，宿主有没有觉得自己最近行善频率有点高？少废话，我不救他们，光靠自己一个人怎么走出峡谷？我这叫战略性自保。继续放，耗死他！将军，这样撑不住，我们得冲出去。随我杀出去！去死吧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，让我看伤！没事，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我很好，比你以为的好得多。我死了，婚约作废，还你自由。你去找一个真心待你的人。闭嘴！你不许死！大小姐，我你放心。失血太快，必须止血。系统检测到宿主需求，特供9转凝血丹，可瞬间止血修复肉身创伤，售价1万寸纸值，是否兑换？换。这药全天下就1颗，你要是浪费了，我跟你没完！检测到蕾丝强烈心痛情绪，产生痛苦值5万。你伤好了吗？还疼？看你哭，比中箭疼多了。这头大蠢猫！受伤了还硬撑，脑子呢？不碍事，皮外伤。这叫皮外伤？大小姐刚才哭了。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哭了。少废话，先把仗打完，回头再给你处理伤口。阿斯德心动值加10，当前75%。现在不是时候。还能站起来吗？能。那就杀出去。你受伤那只手别用力。是。藏得挺深。居然还没死！系统，蕾丝的翅膀能修复吗？可以修复5万点，换的话顺带给你弓箭升级，连发功能解锁。我攒这点痛苦斩有多难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，所以才给你附赠连发。换。这是什么？吃了就知道。要是毒药呢？我刚用全部家底救了你半条命，转头就毒你。你那颗脑袋装的是什么？将军的翅膀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别管那些了，去重新翱翔于天际吧。很默契。当然。将军的翅膀恢复了，不愧是将军，太厉害了！翅膀一展开，敌军根本不堪一击。
大小姐，我来迟了，外围残敌已肃清。大小姐，您总能做到超乎想象的事。顺手罢了。检测到蕾丝心动值满额到80粉100，恭喜宿主解锁神秘大礼包，获得蕾丝专属墨雨池焰袍，伤害加40%，治愈加35%，速度25%，距离宿主5米内自动抵挡1次负面状态。总算没白忙活。闭眼。省得以后连我都保护不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城主继任选拔仪式快开始了，我来接您回去。我相信大小姐一定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那就借将军吉言。这是什么修罗场？阿斯德，让他们在这干瞪眼，我们走。最近楚瑶的动向，一一告诉我。大小姐，这周二小姐一直被关在府中禁闭，平日里多是独自坐在窗边，举止安分，未曾有过异动。安分，不在场证明倒是做得充分。走，去他的住处看看。是，大小姐。是我的失职，未能察觉二小姐的病动，还请大小姐责罚。无妨，他既然精心布置这一切，就是为了避开所有人的视线。大小姐，马上要开始的城主继承选拔试炼，二小姐也是候选人之一。也不知道城主怎么想的，圣女选拔大小姐已经获胜，按理来说，你已经是城主继任者，怎么突然又增加了一场选拔试炼？还能因为什么？当然是有人从中作梗。这次的试炼的内容是什么？此次选拔考核极为严苛，参赛者需先穿过幻灵雾隐森林，再横穿赤焰流沙沙漠，最后翻越万仞冰封雪山，在雪峰之巅插上指定旗子，才算完成考核。而且这次参与试炼的人选足有上百人，竞争必定惨烈。他既然一手促成了这场选拔，那索性就新账旧账一起和他算下吧。大小姐，赛程凶险，你的安危……放心，我自有办法应对。系统，有没有能遇热则凉、遇寒则暖的衣服？恒温泥沙仙裙，售价5000痛苦值，再加1000痛苦值，赠送1枚储物手环，可装水和食物，减轻负重。兑换。大小姐，这是……这么漂亮的衣服，正好借机提升下心动值。祭司大人，能否拜托你一件事？帮我沐浴更衣。闭着眼能看清位置吗？现在我们身上的味道一样了。检测到爱婴心动值达到80%，恭喜速解锁神秘大礼包，获得爱婴专属淡霜灵机袍，伤害加40%，治愈加35%，速度加25%，距离宿主5米内自动抵挡1次负面状态。
去试试合不合适。我的王后，醒醒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特意来陪你啊，我的王后。哦，再说一遍。我也像阿斯德那样寸步不离的跟着你，我保证我会做得比他好。阿斯德是我的小狗，你又是什么身份？主人，我任你吩咐。记住你说的。主人，今晚我陪你好不好？我会乖乖的在心里默念今天的话，绝对不吵到你。我要更衣。叮咚，检测到希尔心动值增长至100%。主人，他好凶啊！别闹！好了，都别闹了。总算能安静一会儿了。你们要留就留，我要睡了。为什么他总能先一步留在他身边？试炼可以带2个侍走，雷斯和洛蛮身份都不行，暗鹰又不能打。这次试炼，你们俩跟我一起。城主继任选拔，我势在必得。他是不是疯了？这赛程又冷又热，他穿成这样，撑不过半天就要退赛。就是啊，幻灵雾隐森林湿气重，万阵冰封雪山能冻死人，这薄纱裙顶什么用？而且他带着随时会失控的阿斯德就算了，带条人鱼有什么用啊？姐姐，你是不是穷得买不起厚衣服了？要是实在可怜，我可以匀你2件，免得你在雪山上冻僵了。行啊，那你衣服给我吧。每次都这样，嘴上说的好听，真让你付出点什么你不乐意了。楚瑶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。城主选拔初试，现在正式开始。大小姐，我陪你进去。试炼规则只允许带侍从进入，你身份不符合。雷斯大人还是安心在观赛台待着吧，我们会照顾好主人的。有我们在，大小姐不会有事。放心，希尔和阿斯德可以。若遇险境打碎它，我会在外围为你破开一道缝隙。多谢。我不会打架，帮不上你什么忙，只能向神明祈祷，大小姐一定能顺利通过。阿姨，谢谢你。好了，试炼传送门开启，我们走吧。各位观众，楚家大小姐楚媛刚进入幻灵雾隐森林，就遭到猛兽围攻，身陷险境，情况不容乐观啊！该死！慌什么？他没那么弱。希尔，水网牵制；阿斯德，暗系囚笼。阿斯德心动值已达到100%，奖励御兽或新袍，属性同上。什么同上？根本就是你自己懒得读一遍了吧？
这是什么手法 ？SSS 级精神力的绝对压制，还有侍从们的组合技配合的天衣无缝，不愧是大小姐。沙卷风是龙卷风的极致形态，沙漠里的绝杀天灾，一旦卷入必死无疑。楚小姐和她的侍从们，这次真的危险了。阿斯德，暗系之力稳住流沙，别让我们被流沙吞噬。希尔，用水龙对抗沙卷风，为我们留出空间。算你有点用。彼此，不过最厉害的还是大小姐，换做别人，早就被沙卷风卷走了。宿主，检测到希尔行动值已达到80至100，解锁碧海超声袍。谢谢主人，这件衣服我很喜欢。最后一关，万仞冰封雪山，登顶插上旗帜，就算赢了。二小姐，我们已经撑不住了，雪山情况未知，我们还是放弃吧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的。放弃？我绝对不会放弃。城主之位是我的，谁也不能阻止我。你们是我的侍从，替我挡危险是你们的本分。再敢说一句放弃，我现在就杀了你们！可是大小姐，我们真的撑不住了。刚刚那波沙卷风已经耗光了我们所有的力气，再遇到危险，我们根本护不住你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护不住我，那你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二小姐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用你们的命换我活下去。放心，等我拿到城主之位，会记得给你们收尸体。我的天！大家快看，楚二小姐为了活下去，竟然亲手杀了自己的2个侍从，用侍从的命当垫背，这也太狠辣了吧！蛇蝎心肠，也配和大小姐争城主之位？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楚瑶小姐怎么能这样？这次我一定是第1名，城主之位是我的。楚原，我绝对不会输给你。有些话心里想想就算了，说出来多丢人。来一口。你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？这刺骨的寒风对你们完全没影响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楚原生来就拥有一切？拥有强大的实力，拥有厉害的侍从，而我却只能靠杀人勉强活下来。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某宝的高级货，恒温抗燥，你值得拥有。就算给你也浪费。你连自己的侍从都能杀，就算拿到城主之位，能拿到民心吗？凭什么？就因为他是楚家正统继承人，就有无数资源和宝物？楚原，你给我等着！总有一天，这一切都将会是我的。城主选拔试炼前3名已定，第1名楚家大小姐楚原，第2名楚家二小姐楚瑶，第3名林家林月。我看这城主之位，十有8九是楚大小姐了。楚大小姐也太厉害了，全程轻松写意，这实力简直碾压所有人。楚二小姐这次真的过分了，害得2位尸首丧命雪山。你欠我的，我会一样样拿回来，但我不会像你一样，用这种背后捅刀不干不净的手段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一路辛苦了，
决赛前我会把所有事都安排妥当，你安心准备就好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能稳稳拿下第一的。我们家大小姐穿成这样子玩全程，可是把所有人都迷倒了呢。不许对主人无礼，正经一点。真想出本书啊，书名就叫《从恶毒女配逆袭成万人迷》，绝对爆火。决赛规则尚未公布，正好趁这段时间赶一赶攻略进度。爱一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，我有事找你。为何是他？赛场外鱼龙混杂，我陪你不是更安全？主人，我也可以陪你吃饭的，我会安安静静不说话的。偏心了，大小姐，这么多人选，怎么偏偏不选我？我也可以陪你吃饭，我还可以做给主人吃。就这么水灵灵触发了修罗场吗？不要啊！别闹，我是真有正事跟他说，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去。爱英最纯真最善良，好感度肯定最好刷，攻略稳赚不亏。大小姐，您不必这样对我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奇怪，之前稍微撩拨一下就长心动值，现在我这么殷勤，反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大家都卡在80不动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温馨提示：宿主可花费1万痛苦值开启爱因内心世界通道，你可以理解为男主的单人副本，查清其深层心结，后续攻略会事半功倍哦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不就1万痛苦值吗？换。爱因，竟敢把教会的救济粮偷偷分给这些低贱的贱民，你眼里还有教会的规矩吗？我只是遵循神的旨意。什么神的旨意？不过是我们敛财的工具。识相点就乖乖听话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原来他心底最深的伤疤是这里。谁敢管教会的事？活腻歪了！大小姐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的人在这里，我自然要来带他回家。大小姐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这小子身为祭司，对神明不敬，我们只是在替教会教训他。心中有鬼的也是你们。他身为祭司，真诚待民，你们却像蛀虫一样啃食他。你们这种东西，连地狱都嫌脏。大小姐，你竟敢亵渎教会！管你是谁，只要死在这里，就没人知道真相。杀了他！大小姐，快走，别管我，他们人多，你打不过的。我说过会带你回家，就一定会。救救我的孩子，他还那么小，求求您了！我就是我的妻子，她快撑不住了，我不能没有她！求您让我暴富，让我无病无灾，一生顺遂。原来在爱英的内心世界里，百姓的祈祷早已变成了捆死他的枷锁。神啊，你为什么不救他们？为什么不降下旨意？该怎么办？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他要永远沉沦在这里，醒不过来了。
海音，清醒一点。你可以信神，但别把一切托在虚无的神明身上。与其跪等谢祭，不如靠自己去做能做的一切。不依赖神明，靠自己；不依赖神明，靠自己，靠自己。从今往后，您就是我的神明，我此生唯一的心愿就是守护你。叮咚，爱因心动值达成100%，攻略完成。攻略爱因成功的奖励星辰护爪已到账，每攻略1位男主都会有奖励哦。等5个男主攻略完成，可以凑齐一整套新套装哦。这波血赚，只要再把剩下2个男主的攻略度刷满，我就能顺利回家了。我刚刚好像做了一场很长的梦，竟一时忘了身在何处。哦，那是想到什么了？我就在你身边，你还敢去想别人？不是别人，我最重要的人已经在我身边了。大小姐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系统能不能远距离直接进入希尔的内心世界，不用他本人在场的那种？可以，花费1万痛苦值即可开启远程内心世界通道。确认兑换。希尔的内心深处竟然不是静谧的海底，而是这样喧嚣的歌舞厅。那就是希尔小时候吧。这是希尔的母亲。那舞台上唱歌的男人，母亲，那是父亲吗？是，他是这里最厉害的歌唱家，无人能及。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是因为唱歌认识的。我第一次听他唱歌，就被他深深吸引了。后来，我们私定了终生。那你为什么不带父亲回家呢？我们一家人一起生活不好吗？各位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在这里唱歌了。向大家介绍，这是我的未婚妻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希尔的父亲竟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。希尔，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和那个女人在一起？你不要妈妈了吗？我不是你的孩子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根本没有孩子，哪里来的野孩子，敢在这里乱认亲？赶紧滚！宝宝，我们去跟他再见最后一面。你还带着个小的来做什么？我都说了，别再来纠缠我。你不过是个第一剑任人把玩的人鱼，对我半点用都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娶你？你为什么不要母亲？为什么不要我？警告！警告！希尔内心世界因情绪剧烈失控，即将崩塌。再不立即退出，宿主与希尔的意识都会永远迷失在这里，再也醒不过来。妈妈，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？只要你留住他，我们一家人就不会分开了。是爸爸背叛了我们，
是不是只有把人紧紧锁在身边，才不会被背叛？住手！我发现你还真不是个东西。我不管你能不能听懂，但爱从来不是靠强行占有。你父亲对你母亲从一开始就没有真心，与其把一生耗在一段虚假的感情里，不如重新开始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是妈妈年轻时做错了选择，错把一时的心动当成了一生的归宿。但希儿，你永远记住，要给你爱的人自由。希尔内心世界已恢复稳定，无迷失风险。大小姐，你回来了。阿斯德，你先出去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，梦见了小时候，梦见了妈妈，还梦见了你。我在你的梦里是什么样子？你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我从前一片漆黑的世界。我愿意放你自由了。我有说过要你放我自由吗？我就喜欢看你这样望着我，我们之间还会有很长很长的未来。选择从来不在一个人手里，你选择了我，而我也选择了你。我知道了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从现在起，你是我的，我也是你的，谁也不能将我们分开。已经很晚了，我们去休息吧。希尔心动值100%，攻略完成。现在发放奖励，恭喜宿主获得阅文发冠。终于，还剩3个男主了，回家指日可待。别离开我，谁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我在，我没走，你先松开我好不好？别走，求你，只有你能碰我的翅膀，只有你能安抚我的精神，别把我丢回冰冷的战场。系统，雷斯失控了，能不能进入他的内心世界？你为您花费1万痛苦值，开启雷斯内心世界通道。父亲，母亲，我会变强的，我会保护所有人。雷斯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就是个失控的野兽，我保护不了父母，保护不了兄弟，连你我也怕留不住。别离我，也是我唯一的软肋，想和一起守护这个帝国，可我又怕你会像所有人一样离开我。你守不住的是过去的遗憾，但你可以守住现在的自己。我不会有事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我不走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雷斯心动值加30，当前100，1分100，攻略完成。城主继任决赛在即，攻略的事得先放一放，先专心应战，拿下决赛再说。各位来宾，本届城主继任决赛正式开始。
今日仅剩3位候选人角逐城主继任者之位。决赛规则十分简单，每人进入独立幻境，幻境将意象化各位内心最恐惧的物体，最先清醒走出幻境者便是下任城主。不管遇到什么，我都相信你能破局。我在外面等你。您是我的神明，区区幻境困不住你。主人，我会一直看着你，别怕。可别让我们等太久，我的大小姐。我在终点等你。楚原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当上城主，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决赛开始！看来林月是被困在最原始的恐惧里了。求求你们给我点吃的吧！去，走开！原来二小姐最害怕的是失去权势，落得贫穷落魄的下场。这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圆圆，生日快乐！爸妈以后都陪着你。这就是我的幻境，我最怕的是再也回不去家吗？可惜我不能留在这里。过生日就吃这么小的蛋糕，也太亏待自己了吧。大小姐，我这就去给你做碗生日面。这哪里配得上我的夫人？我让人立刻送个最大的过来。夫人？对啊，战争结束了，咱们早就结过婚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。那我负责打扫房间，让主人安安心心过生日。只要主人开心，做什么都好。求求你们不要死，别留我一个人。楚二小姐已经找到幻境破绽，即将清醒。反观楚大小姐，至今仍沉溺在最深的恐惧里，无法自拔。主人，我们没有死，你千万别被幻境欺骗啊！大小姐，看来本届城主继任者选拔的胜负要分出来了。这一切都是幻想吧？你们怎么可能真的离开我？我信你们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所以也请相信我，可以自己醒过来。我的愿望是带我离开这里。本届城主选拔试炼的最终获胜者是楚家大小姐楚原，恭喜楚小姐成为下一任城主的合法继承者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。您永远是最耀眼的那一个，我的神明主人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不愧是我们的大小姐，果然惊艳全场。欢迎回来，主人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输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是这5个人给了我不再害怕孤独的勇气，是他们让我终于敢相信，我再也不会是一个人了。我送将军回去。主人，早点回房间休息，我等你。你倒是一点没喝多，酒量不错嘛。怎么，大小姐要亲自检验一下我的酒量？少贫嘴，赶紧回去休息。大小姐，
我带你去看星星，如何？星星好亮啊！我家乡的星星更亮。等战争彻底结束，我带你去看。你说的话都算数吗？对别人或许不算，但对你，楚原，我洛兰的每一句话都重如星辰。检测到洛兰心动值增加，当前心动值80分100，可以开启内心世界了哦。奖励星辰月影袍。这算是送我的定情信物。系统接入洛兰的内心世界，把最后一点心动值刷满。收到，正在接入洛兰内心世界，接入成功。这份作战计划必须连夜修改，明早9点前我要看到最终版本，出一点差池，后果自负。这家伙内心世界竟然还在工作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吗？你们先出去。楚大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请你吃顿饭，喝杯酒。不知道洛子令官赏脸吗？抱歉，我只处理公事，不负私约，更不会喝酒。这怎么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，和平时那个油嘴滑舌的洛兰完全不一样。哇，表里不一也太明显了吧！刚才在庆功宴上一直劝我酒，笑得一脸不正经的人，到底是谁啊？那好吧，不打扰你办公。洛指挥官，天天把自己绷得这么紧，不累吗？为帝国服务是我的职责。私下里就别讲这些官话了。这家伙从头到脚都绷得太紧了，公司分得太死，完全是两副面孔。看来想把他的心动值刷满，是得做点出格一点的事才行。这里就禁止私闯，被抓到可是重罪。那你还帮我找了这通行证，真被抓了，你也算我的共犯，跑不了。再往前一步，刀可不认人哦，洛指挥官。我赌你舍不得死。赌错了怎么办？我愿意为你去死，这样你就跑不掉了。谁私自闯入训练之地？给我站住！快跑！完了完了，私自闯兵器库，明天怕是要被拉出去游街示众了。反正已经出阁了，不如更彻底一点。一起殉情，怕吗？系统，滑翔伞收到，清清3000痛苦值，滑翔伞已部署。刺激吗？和我的大小姐真正疯一次，怎么会不刺激？检测到洛兰心动值已满，当前心动值100%，奖励宿主苍穹披风。
有时候做点出格的事，反而能尝到真正的自由。看来大小姐平时没少偷偷干坏事。你就会调侃我。下次再想做这种事，记得叫上我。你不是一向铁面无私、恪守规矩吗？怎么突然想跟着我胡闹了？因为只有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我才能感觉到自己在心跳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感觉到了吗？只有你在，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活着。这个人怎么这么会撩啊，真是受不了。宿主真棒，只差最后一个阿斯德的攻略值就可以完成任务啦。那就一鼓作气，阿斯德的内心世界传送开始。收到宿主指令，正在定位阿斯德内心世界坐标，传送准备中。打死他 ！KO 他！阿斯德必胜 ！KO 他！阿斯德必胜！我调查过阿斯德的背景，他以前就是靠在地下打拳维持生头。这里的残酷规则，他比谁都清楚。恭喜阿斯德守擂成功，6连胜，让我们为他欢呼！发了！我全压的阿斯德，这下赚翻了！他已经到极限了，身上全是旧伤叠新伤，再这样打下去，迟早累死在擂台上。阿斯德，赢了钱就想跑，把钱交出来，不然打断你的腿！滚开！别逼我！住手！阿斯德，看着我。你不是野兽，你是有选择的。你要记住，你心里要有自己，要有想守护的东西，这样才不会在黑暗里迷失。跟我走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我能去哪儿？去有我的地方，去你真正的家。检测到阿斯德心动值已满，当前心动值100%，奖励宿主后土战鞋。恭喜宿主所有任务已完成，恶人榜登顶第一。艾因、雷斯、希尔、洛兰、阿斯德5位男主心动值全部刷满，解锁返程权限。只要等城主加冕仪式过后，通道就会自行开启。攒了这么久，终于够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都滚开！谁让你们碰的？你们全都该死！楚原，凭什么是你当上城主？凭什么所有人围着你转？你和你身边那群走狗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对，只要他们全都死了，城主之位就只能是我的。到时候，整个帝国都会臣服于我。大小姐成为城主，定能庇佑天下百姓，重现帝国荣光。你本就配得上这世间最高的荣耀，城主之位，实至名归。主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光。我会永远追随主人。大小姐今天可是全场最耀眼的存在，我一直为你倾倒。为您
一生忠诚。身为血姬，将全部力量献给契约庇护兽，帮我撕碎楚原。城主之位，帝国大权，所有人的追捧，这一切终将是我的。楚原，你给我等着下地狱吧！此兽名灵犀兽，乃星际降学，向来温顺护佑一方。今日大小姐与他缔结契约，定能护天下昌盛，百姓安宁。怎么回事？灵犀兽从来不会暴动，难道他不满新城主吗？快跑啊！巨兽发狂了！这是 S 级精神力！是大小姐在救我们了！大家别怕，我会护你们安全。楚原，你撑不了多久，灵犀兽的力气已经被我彻底唤醒，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！系统，有没有能让灵犀兽平息戾气、恢复安稳的办法？有，虚宿主以自身生命为代价，献祭精神力本源，净化灵犀兽体内的邪恶契约之力。我的命，这代价也太大了吧！宿主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恶人系统的宿主，拯救这些虚拟 NPC 本就违背系统核心规则，他们不过是一串数据，何必在意他们的死活？他们不是 NPC， 我在这里笑我，悲哀，这才能让我不再孤身一人。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？兑换，用一条命换天下安稳，这也许就是我最好的归宿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城主，我带你回去治疗。真好，最后一刻，我不是一个人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的确是肉身陨落了，但因为你牺牲后，所有人因你产生的痛苦值突破天际，额外奖励你一次最终选择，回到你原本的现实世界，或是回到有他们的星际世界。以前我拼了命攒痛苦值，一心只想回家，可后来我才明白，有他们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。我选好了，我要回到他们身边。你想清楚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选择后再也不能反悔。我确定。跟你相处这么久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记住，不用非做恶人，但也别当傻白甜被人欺负，护好自己。知道了，你以后搞坏事也别被人抓住，
免得被拆的零件都不剩。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我真的要失去你了。大小姐，你吓死我们了，再也不要做这样的傻事了。主人，不准再丢下我，永远都不准。下次再敢做这种拿命赌的傻事，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是我没保护好你，以后我会寸步不离守着你。幸好你们都在。愿国家昌盛，愿圣女永存。愿国家昌盛，愿圣女永存。这就是我的人间。你怎么来了？训练场风大，怎么不多穿点？来看我的大英雄训练呀！继续训练。怎么这么看着我？楚渊，我曾以为我的一生注定献给战场，献给帝国，直到你闯进我的生命。折翼时，是你拉我出深渊；浴血时，是你护我于身前。我的翅膀为帝国而展，我的心却只为你一人而跳。往后，我为你守万里疆土，为你挡世间风雨。你只需站在我身后，做我唯一的光，嫁给我，好吗？蕾丝，你对我的心意我懂，但容我好好考虑一下，好吗？好，我等。无论你需要多久，1年、10年，甚至一辈子，我都会等。只要你回头，我永远在你身后。我会用余生证明，我是最适合你的人。这个男人连等待都带着战场的霸道与深情，真是让人无法拒绝。猜猜我是谁？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没在忙着处理城内事务吗？想你了，就来看看你。怎么了？抖什么？鹿角是很敏感的，主动触碰它的行为意味着你在邀请我彻底占有你。神明曾经是我唯一的信仰，不行，撕破这些腐朽，拉我入人间，教会束缚我半生，是你让我学会挣脱，学会爱。大小姐，往后余生，我只为你一人虔诚。你的好我都记得，但感情不能草率，容我好好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等，多久都愿意。我会永远在这里守候，为你温好你最爱的花蜜酒，直到你愿意点头的那一天。在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在看海，在想家。甜吗？的确很甜。
我为你表演一个节目吧。等我一下，很快回来。这么孩子气。好看吗？我从前以为深海是我的牢笼，孤独是我的宿命，直到你出现，帮我摆脱歌声的诅咒，又救我脱离心魔。我曾想将你锁在深海，后来才懂，爱不是占有，是守护。我的主人，我的王后，答应我，永远和我在一起，好吗？你的心意我很感动，但我需要时间考虑，好吗？好，我等。只要你回头，我永远在。骆大指挥官倒是会选地方，这里比军帐热闹多了。再热闹的地方，没有大小姐也没意思。卖灯笼嘞！这个像你。那这个是你，你就是我的月亮。听说这河神很灵，许个心愿。平安顺遂，健康长乐。你许了什么愿望？不告诉你。我一直都戴着完美假面，为家族、为帝国活成傀儡，直到你告诉我，可以不用压抑本性，可以肆意地活着。楚原，嫁给我，我愿放下指挥官的身份，陪你逛遍街头巷尾，为你放一辈子花灯。我的假面只为你摘下，我的温柔只为你展露，我的一生只为你一人。你总是这么霸道，感情的事，我需要好好考虑。好，我等，但我可没那么有耐心。以后每天都陪你逛街、放花灯，让你习惯我的存在，再也离不开我。说了让你遇事别应聘，你偏不听。这么多伤口，疼不疼？能保护主人，一点都不疼。忍一忍，以后别这么不要命了。主人，从来没人会为我上药，没人会关心我疼不疼。自从跟着你，你给我温暖，给我归属，让我知道，原来活着可以这么美好。主人，让我永远跟着你，做你最忠诚的守护者，为你挡下所有危险。你的忠诚我都看在眼里，但我需要时间考虑，才能给你答复，好吗？主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等，直到你点头。真乖，终于消停了。这几个家伙一天一个，闹得我不得安生。到了周末专属假期，可得好好歇一歇。谁？主人，是我，我好想你。今晚能不能让我留下来陪着你？不是都说好了，你周二再来吗？要是被别人知道，你先躲一下，别让人看到。路过，看你房间灯还亮着，就来看看。我今晚不需要巡房，可以留在这儿，守着你。有人来了，你先躲一下。大小姐，
我给你炖了汤，趁热喝。谢谢你，爱英。你先躲一下，免得让人误会。大小姐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，该不会是在等我吧？别瞎说，我就是刚醒没多久，你怎么来了？周一才轮到你陪我。主人，是阿斯德，你先找地方躲一下。主人，我来陪陪你。他们几个不知道都去哪儿了，一个人也没见到。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其实大家都是放心不下大小姐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就一起留下。5个人一起？